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2019年发售的游戏《超级核心》。今天是第2期，上一期我录制了前2关的流程，今天是第3关。游戏的流程一共由5关组成，注意收集的话，通关一次至少要玩1个半小时。所以这款游戏无论是内容上，还是手感操作上，以及关卡流程的设置上，都是上乘之作。可能有的小伙伴没看上一期的视频，所以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界面。屏幕的左下角是人物的生命数，最下方的是血条，生命数右边的1870是我弹夹的数量。人物一共有5种特殊的武器，使用它们的话就需要消耗弹夹。弹夹数量右边是分数，分数右边的9是炸弹数，但是炸弹数最大的显示数是9个，实际上存储的数量要多于9个。9右边的64现在是66了，是钱币的数量，可以用来购买血量、弹夹还有炸弹。我刚才捡到的三角形的道具是提升武器威力的。这款游戏各种隐藏是非常多的，包括可以破坏的墙壁、特定机关才能打开的房间，还有通过炸弹才能破坏的里侧背景墙。隐藏的最深的其实是一些假的墙壁，看起来是墙，但只有一个贴图。咱们走过去碰一下的话，它就会消失，像刚才这种。这里捡到了无敌，你往前混一阵了。刚才捡到的是增加关卡时间的道具。我知道的一些隐藏都尽量的给大家收集，但是不一定会收集的很全。其实这款游戏正常通关来说，它的资源是过剩的。我这里拿到了最后一种武器，这种武器是火箭发射器，攻击力非常高，但是打击的范围很窄，另外射速也不快，主要用来对付 BOSS。除此之外的4种特殊武器包括机关枪、激光枪、双弹枪，还有扩散弹。地面有一个隐藏的弹夹，刚才墙上的开关可以关闭地面上的地雷，方便我拿到了门卡。这是一台电脑，电脑有2种，现在这种电脑咱们可以读取门卡，打开一些机关，可以查看地图。还有一种电脑就是商店，可以利用咱们之前捡到的钱币在商店里边购物。游戏的内容真的是挺丰富的。如果94年真能够发售的话，那本作一定是当年的神作呀。
受到了一代神机 PS 的影响，本作的发售计划也就搁置了。这一搁置就是25年啊，1/4个世纪。如果是一款非常平庸的作品就算了，但是从现在展现出来的游戏品质，我真的是感觉很可惜。大家注意下方坑里的这种地面，上面是闪光的，这种地形是秒杀的。但好在这款游戏上一条命挂了之后，下一条命直接就从坑边上开始，并且敌方的状态、血量等等都是继承的。这是一场小 BOSS 战，2个炮台，可以非常直观的观察到这2个 BOSS 的血量。打 BOSS 我就拿出了火箭发射器，但是我射的不是很坚决，因为游戏现在只进行到了一半，所以弹夹方面还是要节省一些。我刚才使用的是双弹枪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蹲着呢？因为这款游戏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设定，如果你在移动的平台上上半身受到了其他障碍物的冲撞，那你会直接从平台上掉下来。这个地方你先要踩一下脚下的平台，然后让它把你弹起来，你借着它的弹力再次跳跃，才能跳得更高。这个原理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过红白机平台的《西游记世界》，最后一关有一个竖井的地形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平台，咱们进行左右横跳，不断的向上移动。我相信那个场景很多的小伙伴有印象，但估计有人也会说，当年就止步在那里啊。因为《西游记世界》最后一关是一个迷宫，在没有攻略也没有地图的情况下，很容易迷路。这个地方我把火箭发射器升了一下级，商店买一下弹夹，炸弹的数量感觉够了。平时我也很少用，它就是一个清屏的道具，普通的杂兵是能够清掉的，用来对付 BOSS 还有精英怪，效果就很差了。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说，大叔为什么这样一款新游戏看你玩起来还是比较流畅的，迷宫这么复杂，你也没有出现迷路之类的现象。其实每次录制视频之前，我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，尤其是游戏的攻略、技巧、隐藏、BOSS 的打法，甚至包括了游戏的背景资料、BOSS 名称等等。而且一张地图，怎样规划路线才是最优的， BOSS 怎么打才是最快的，我都需要考虑很多，需要练习很多遍。但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尽量的把游戏的视频流程做得更加流畅。把视频做得流畅，我肯定是要花更多的时间的，甚至是几倍的时间。但是大家看视频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观感效果，并且也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来回顾一下游戏的流程。因为现在大家看视频都是利用的碎片化的时间。拿这款游戏来说，整个的流程1个半小时，我不可避免的会分几期来做，因为1个半小时我相信也很少有小伙伴能够看完。虽然这些游戏是老古董了，
当然了，咱们80后也不年轻了呀，但是仍然要与时俱进啊。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做半个小时以上的游戏视频了。我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。昨天我在视频里边说，我已经是初中生的家长了。很多小伙伴都说结婚这么早，其实大家算一下，我结婚已经27了呀，不早了呀。所以我目前的阶段做视频的时间也会变少。孩子毕竟上初中了嘛，我需要付出精力来辅导他的功课，各方面吧。因为你不可能只关注功课呀，你还要关注他心理层面的健康。因为孩子嘛，12、13岁、13、14岁正是非常敏感的时期，这个阶段家长还是要多关注，发现有什么问题就及早的沟通啊，毕竟咱们都是那个时候过来的嘛。你看今天这个话题啊，没有人会在弹幕还有留言里发问号了吧？我早都说过了，我是正经人啊，我的人设是光辉伟岸的、无所不能的老父亲形象。我不会开车啊，我不是老司机。咱们回到游戏吧。当前这个场景是整个第3关里边最难的地方。像刚才这个奖命，我不建议大家来拿，因为太冒险了。如果被墙壁挤到的话，直接就是一条命。你有无敌也是不管用的，因为墙壁是强制秒杀。我估计这款游戏如果94年真能够发售的话，那么在电软上大家就能够看到攻略。我当年是有一本95年的电软的缩印合订本，是我一个发小送我的。那本书我看了好几年啊，但是最后搬家的过程当中遗失了。去年我自己又淘了一本。95年的这本真的含金量非常高，我记得里边有《吞噬天地》，还有《火焰文章外传》、MD 平台的新创世纪等等吧。因为当年根本玩不到，也见不到这么多游戏啊，所以接触游戏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这些游戏杂志。在杂志里边看了一遍游戏的攻略，就等于云通关了，和大家现在看一遍视频体验也差不多。我估计和我同时代的小伙伴很多也有类似的感觉和经历吧。我还收藏了一套电软的电子版，没事拿出来翻看一下。找一下题材的灵感。刚才打的这种大型机器人应该是本关新加入的敌人吧。这个地方的门没开，所以这个地方要走后门。这个方式我是不大喜欢的，但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，求同存异吧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还是很多样化的。我说的是刚才游戏的解谜部分，我说的跟大家想的估计也是一样的。
这张图稍微复杂一点。下边能够看见砸人的机关，这个地方难度很高，砸一下倒没什么呀，但是掉坑里就没了，而且上面隐藏了一个奖命。这个地方我直接跳下来了，因为场景比较复杂。但是这款游戏是有跌落伤害的，从高处跳下来，根据你跳下来的高度，会受到一定的血量损耗。这个地方调整一下武器，我这个武器没有升过级，因为过来之后马上就是一个升级的道具，中间我又不能刹车，所以要提前的把武器切好。我现在拿的是扩散枪，这把枪的使用场景还是比较多的，尤其是敌人数量非常多的情况下。这里买一下道具。前方的门里就是 BOSS 战了，但是第3关的 BOSS 战很特别，它是由非常多的小 BOSS 组成的。BOSS 的特点就是头上有数字，也就是他们的血量。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利用机关直接把 BOSS 夹爆了，但是对走位的要求比较高。这个 BOSS 攻击人的唯一手段就是激光，发射的速度还是挺快的。像这种伸缩的机关你是可以利用的，站在上面，它把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跳跃的话，就跳得很远。但是这关的小 BOSS 非常多，所以说就不着急赶路，慢慢来。而且这些机关不只能加到 BOSS 啊，也能加到咱们的。这些 BOSS 清完，咱们才能够过这个场景。下边有隐藏，一个回血道具，一个弹夹。刚才被打了一激光，还是很疼的。它发射激光之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闪光，而且它站那儿不动了。我默认的武器已经升满了，大家注意看屏幕的右上角，武器的图标上有2个加号，这就说明已经满了。再遇到升级的道具，就可以分配给其他的武器。这个回血道具我回收的比较晚，因为没有信心打他们无伤啊。上面我要上去，需要利用到 BOSS 的头。刚才快速的看了一下，大概现在是2个武器没能升满，一个是机关，一个是激光。但也无所谓，这2个武器用的比较少，主要还是常规的武器，扩散枪还有火箭发射器。有个 BOSS 被夹爆了呀！
这个地方有隐藏，但是很危险，打得慢了容易被夹到。利用了一下机关。屏幕右上角有一个数字，这就是剩余的 BOSS 的数量，还剩2个。这家伙什么时候跳的？我没注意啊。利用它一下，收集的差不多了，可以清 BOSS 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超级核心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